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一个加密数字货币杠杆交易的实操课，请注意，不是策略，而是新手使用说明的一个教程。请允许我先打一个小广告，我的频道是专门讲被动收入项目，实现财富自由的。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呢，请点赞订阅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视频有帮助到你呢，也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。你们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，谢谢。今天呢，主要是以中币这个交易所平台为例。其实大部分的交易所平台他们都差不多，只要明白一个，其他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难处，都是相似的。首先呢，第一步呢，做这个杠杆交易呢，我们肯定是要先入金的，也就是入金到我们杠杆账户里边。因为杠杆账户呢，它的原理其实就是数倍于本金放大资产的一个交易，所以说这个本金还是要有的。所以说第一步呢，我们还是要先入金。首先我们先点开右侧的这个财务，进入我们的钱包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儿有现货账户，还有一个是杠杆账户。现货账户呢，也就是类似于股票账户。之前我有给大家说过，这个现货交易和这个杠杆交易的一个区别，对吧？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点一下这个卡片，看一下这个杠杆交易的一个原理，包括这个现货交易的一个原理。现货账户呢，也只能交易这种币种只能看涨不能看跌的，而杠杆账户呢，就是可以看涨也可以看跌，并且还可以放大收益，并且损失当然也是被放大的。我们今天主要是讲这个杠杆账户，我们点开，第一个是要入金，对吧？然后首先我给大家先讲一下什么叫交易对。其实下面呢，每一行都是一个交易对。我们知道杠杆交易呢，它是有爆仓的这个可能性的。那么爆仓的话，它只爆仓单独的一个交易对，它不会影响其他的交易对，是这样的啊。然后每一行是一个交易对，它们之间是互相隔离单独的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前边都是以 QC 为标价的交易对，对吧？而下面呢还有 USDT 计价的币种，对吧？当然有些交易所的话，它有 BTC 或者其他的代币作为计价的一个形式的一个交易对。在这里面呢，只有 QC 和 USDT， 没事，这个都是可以用的。我今天既然是实操课，我肯定要入金，带着大家一点一点去认识这个杠杆交易的。那么我在选择这个交易对的时候，我肯定要选这个单价比较便宜一点的交易对币种。我来看一下啊，我们先点击这个行情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个它这个主页里边还是有很多交易对的，对吧？有 QC 计价、USDT 还有 BTC 计价的，对吧？而这个杠杆里边只保留了 QC 和 USDT。那我随便点一个，我要找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，找一个啊。那么这个 ADA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币种啊，它大概就是10块钱，我点进来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界面的话，我不想多说了，包括什么是蜡烛线、K 线，然后量价关系这些乱七八糟东西，我暂时不会讲。今天的话就是给大家讲怎么使用这个杠杆交易。我们实操呢就选的这个 ADA-QC 这个交易对，它当前的这个币价呢是 10.0447 QC， 对吧？当然这个标价是 QC 的意思。我们再打开我们的账户，杠杆账户点开，我们在新标签打开啊，新标签打开的话，我们也方便我们观察两个界面。ADA 对吧？然后我们选择这个交易对。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肯定是要划转的。这个划转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从我们现货账户里边的钱转到我们杠杆账户里面，是这个意思。杠杆账户我刚才也说了嘛，肯定也是需要本金的。我们可以通过在这儿划转，也就是从现货账户转到如仓杠杆账户里边一部分资金，对吧？
具体转多少呢？是自己的情况而定。那今天呢，我为了方便给大家演示，我要定一下。它的现在这个币价呢是 10.0221， 对吧？然后我先转1个币的价格的需要的钱，大概就是11吧。如果转入的太卡点的话，可能由于这个币价波动，可能就买不了了。所以说我就先转一个11吧，转11。它的意思呢，就是从现货账户转到逐仓杠杆账户，转这个 QC， 转11个 QC 的意思啊。点确认，确认完了以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ADA 在这儿呢啊，在这个位置，上边是可用呢是11个 QC， 对吧？然后这个净折合 CNY， 也就是净折合人民币是11，对吧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按道理在现货市场的话，我们也就最多只能买1个 ADA 这个币种，对吧？但是既然是杠杆交易了，那肯定我们要放大交易。具体怎么来放大啊？我们可以来滑到右侧，这儿有一个借币，对吧？我们点借币，借币了以后，我们先我分别来说这个做空跟做多吧。我先说这个做多，毕竟大家对这个做多还是比较熟悉的，对吧？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当时我转了11，对吧？现在可以借44，对吧？最多可借44，我可以借44。为什么只能借44呢？我转过来让大家看一下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DA-QC 是 5x 的一个意思，对吧？ 5x 什么意思呢？可以放大5倍，也就是可以做5倍的杠杆，对吧？然后这儿再回来解释就比较容易理解了。我现在有11，然后再借44，是不是原来的5倍？也就是算上我借的话，总共是55，我只有11，对吧？也就是刚好是5倍的一个关系，是这样的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我可以借，然后点借币，那这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资产啊，我们资产是55 QC， 对吧？包括我们借到的和我们已经原来有的一个本金，总共55 QC， 也就是可用的。我们可以用这55 QC 去买这个 ADA 这个币种，对吧？可以买这个 ADA 币种。原来我们只能买1个，现在我们可以买5个了，也就是放大了5倍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以借的意思，对吧？这个是以借的意思，这个是以借的意思。44 QC， 我借了44 QC， 现在可用55，这样呢可以算出来差价。我借了，有11，对吧？我11的话，现在变成 10.999545152， 为什么不是11呢？一旦我借了这个币了以后，他们平台会收我利息，这个利息呢是按照日1/1000计算的，也就是这个价格已经，比如净折合资产已经不够11了，就是因为收了一定的利息，它这个利息呢是按小时计费的。我们可以单击看的这个平台，它这儿有说明的。然后这是这个现货的一个界面，我们点这个逐仓杠杆，点击完了以后，然后点借币。借币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按小时计算。这个黑色不太清晰，我看这边能不能清晰啊？清晰不清晰？点借币啊，这儿清晰一点。借币呢，大家可以看啊，按小时计息，借款成功立即计为1小时，此后整点计息1小时，不满1小时按1小时计算。也就是我刚才借了44，对吧？已经利息给我收完了，收完了以后，然后就剩下这个 10.999 这个余额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然后这个小时利息呢是0.002084，这是小时利息，对吧？大家可以算一下啊，日化的一个利率大概就是5%，不是5%，是1/1000，是这样的一个利息。如果我用55 QC 去买了这个币种的话，那还会有一个浮动盈亏，浮动盈亏的话会浮动我这个真实的一个价格。
这个净折合人民币，因为其实我只有11嘛，对吧？如果亏钱的话，就是我假如全仓的话，可以买到5个 ADA 浮动的时候，价格浮动的时候会浮动我这个的价格，会浮动我的价格。如果这个变成0了的话，那就被爆仓了。当然这个的话是大概去这么看，其实它不到0的时候就已经被爆仓了。为什么呢？如果真到了0了以后，平台还没有给你平掉仓，由于价格原因没有买盘嘛，对吧？没有卖盘，没有接盘的就是平不了仓了。所以说平台为了保险起见，在你这个还有这个净值的时候，还没有到0的时候，它提前就给你归0了。具体提前多少呢？前边有公式，我会给大家去说。那么我们回来这个交易界面啊，现在呢，我可以用这个 10.0581 去买这个 ADA 这个币种。那么我可以我已经借完了，对吧？现在有55，我可以买5个，对吧？然后我给它拉到最大值，的话可以买到5个。我买5个吧，然后点这个买入另外还需要设置一下这个价格啊。这个价格因为我要买嘛，我要买的话我就先按照这个价格去成交，我以它的价格成交吧，因为它是 0.1， 我要买5个它肯定不够，我去按照这个价格去成交，然后我买5个，对吧？买5个，点击买入做多，这样的话我这儿就成交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历史委托啊，这儿成交了5个，对吧？成交了5个，这个价格呢是 10.0713， 对吧？ 10.0713， 然后成交额呢是 50.3568， 这个成交额。当我们持仓了以后，然后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杠杆这个详情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一个风险率是 125%， 然后所在档位是1档，然后可用的是5个 ADA， 因为我们买了5个嘛，对吧？然后冻结0，已借了是44个 QC， 利息呢是 0.00045848， 对吧？这个利息呢是刚才我给大家说了，是按照15000的一个计息形式计息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接着我们一点一点的看，先看这个风险率。风险率是什么呢？我们放到这个问号上面就会出来它这个公式等于，就是这个风险率呢等于总资产减利息除以已借乘以100%，对吧？总资产在哪儿？总资产在这儿。总资产呢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本金，再加上我们借到的，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浮动盈亏，对吧？毕竟我们刚才成交了5个 ADA 这个币种，那我持有这5个币种呢，如果上涨的话是肯定有营收的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是看多交易嘛，肯定会有营收的。所以这个总资产呢，根据我们这个市值，也就是市值加上这个盈亏，就是包含这个盈亏的，是这个价格。而它这个总资产呢，它是在实时变化的，根据这个币价波动，这个价格也在波动。如果上涨呢，这个总资产就会变大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净资产呢，净资产就是我们之前的本金，再加上我们后来赚的这个钱，呢，也就是我们持的这个5个币 ADA 这个就会加上去，是这样的一个词，是净资产。而我们本金加上浮动盈亏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然后总资产减利息，利息在哪儿呢？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这个位置，这个利息呢是前面也给大家说过，它是按小时计息的，也就是总资产就是它总资产减利息，然后再除以已借。已借呢，它是一个死的，对吧？已借是个死的，我们借了44 QC， 因为我们还没有继续借嘛。如果借多少呢，也跟着会变化。在我们没有借的时候，那它就是一个死值44。所以这个值呢，它会变化，这个风险率呢，它会跟着这个浮动会去变化。因为
这个变化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这个里边这三个值啊，总资产、利息和已借。已借不变，利息是跟着小时进行计算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总资产呢，它肯定是变化的，就根据这个浮动盈亏来变化的。所以我们这个风险率这个值，对吧？它也在跟着变化。如果你押对了呢，然后总资产就会变大；如果押错了呢，总资产就会变小。那根据这个呢，就是总资产变大的话，就是我们有盈利，对吧？有盈利的话，这个风险率就会变高，值就会变大。然后如果我们亏钱的话，这个总资产就会变小，那随之呢就是风险率它也会变小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总结下来呢，就是这个风险率这个值越大，然后就是风险越小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这个平仓价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下跌到 8.5755 的时候会给我们平仓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因为我们是看涨嘛，涨的时候它肯定不会平仓了，但是下跌的时候我们压错方向的时候它会给我们爆仓。爆仓这个价格呢就是 8.5755， 现在的价格呢是 10.0851， 对吧？如果下跌到 8.5755 的话就会爆仓，那么我们之前转入杠杆账户的11人民币QC 就没有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档位，档位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快捷键，有一个那个链接，我们点开看一下。风险率呢，它上面有个说明啊，就是您账户中现存的计价币种、借款数量所在的档位，以及交易币种、借款数量所在的档位，其中更高者决定了您在此逐仓杠杆账户中的档位。每个档位呢对应不同的初始风险率及强平风险，而初始风险率决定了您的最高可用杠杆倍数。说看完了以后好像不太明白，但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。也就是我们借款呢分为两种，看多呢就是借了这个计价币种，对吧？比如说 QC 或者 USDT。另外呢就是借这个 ADA， 就是这个币种，我们只存在这两种借款，对吧？或者是借前边的，或者是借后边的，对吧？其中更高者决定了您在逐仓杠杆中的档位。我们借了多少呢？就是按照这个去走。如果我们这个计价币已经借到了，这是多少钱呢？是100万，对吧？如果我们借到了达到了100万的时候，对吧？不是小于啊，这儿要小于。如果在100万之内的话，对吧？我们按照第一个档位进行计算，对吧？如果这个借的这个币种啊，就是前边这个 ADA 达到了这是多少呢？还是100万，对吧？如果不够100万的话，那就按照这个第一个这个档位去走。这个第一个档位它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可以最多借5倍的杠杆。然后这个初始这个风险率呢是 1.25， 强平风险率呢是 1.08，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风险率，对吧？如果达到 1.08 的时候就会被强平掉，对吧？这个风险率的计算公式前边我给大家也说了，这个值越小呢，这个风险就越高，越大呢就是风险越小。当等于的时候，等于1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借的钱和自己的钱基本上就是持平了。当然这个的话平台肯定是风险会高一点，他们要有一个富裕系数，对吧？然后这是第一个档位。如果我们借的钱多了的话，会达到第二个档位。达到第二个档位的话，它的强平风险率和它最多可用的倍数就变成了第二档了，对吧？然后以此类推啊，以此类推，下边我就不再多说了。如果由于亏钱了，达到一个平仓，对吧？达到了一个平仓这个强平的风险率了，它会给你强平一部分，达到这个第4个档位，达到第4个档位，或者你比如说你是看多吧，会给你平到一部分仓，然后你这个计价币种呢借的就没有那么多了，你又达到第4档了。达到第4档的时候，你的风险率呢也会慢慢的降低，它会一点一点给你降到最后降到第1档。如果你是第1档达到这个强平风险率的话，那直接就爆仓了，就没有了，
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，希望大家能理解。我关闭。现在呢，我是总共买了5个，对吧？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账户里边，然后点刷新。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杠杆账户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看这个 ADA 这个币种啊 ，ADA 这个币种，然后可用的，对吧？这一列是可用5个 ADA， 对吧？然后 4.64317 个 QC， 因为当时借了44，算上我们的本金总共55嘛，55买了5个，还剩下4个 4.6， 对吧？剩下 4.6 QC， 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借的这个币种并没有变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后边呢是我们的这个净折合这个人民币，原来我们是11，现在变成了11.1，对吧？说明我们压对方向，赚了1毛钱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如果我现在用这个钱去买，因为我现在有这个 ADA 的持仓嘛，如果把 ADA 给卖掉的话，我会得到55，还要55.1，因为我这儿赚了1个嘛，对吧？我会变成55.1个 QC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我把这个 QC 还了以后，我还剩下11.1071152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我就把我的 ADA 给卖掉，然后把它这个币给它还掉，把 QC 给它还掉。我现在做这个操作，然后过来，然后点卖出。现在可用是5个，对吧？我要卖出，价格选多少呢？我选择这个价格。我为什么选这个价格？因为上面这个不够我买，所以我要选它。选它的时候，我总共5个，对吧？全仓啊，全仓，然后点卖出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这个可用呢就成了0了，对吧？这儿呢还是 4.6431， 其实呢这个价格已经变了，我刷新一下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是 55.0376， 刚才呢不是说我赚了 0.1 嘛，但是现在只有 55.03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呢就是包含了一个计息，然后如果够1个小时的话，它会计另外1个小时的利息。再一个呢就是我卖出的时候有一个交易的手续费，可能会给我扣掉一部分钱，所以说现在我是 55.0376， 对吧？并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杠杆详情啊，我们杠杆详情可以看一下，现在我们这个风险率是这样子的，档率还是1，对吧？那我现在要还币了，对吧？我还币，我还的是什么？当时我借的是 QC， 所以说这次我还要还 QC。当时我借了44个，对吧？现在我需要还的是 44.00045848， 这么多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有一个利息。所以说我需要把连本带息都还给他们，就是44加的一个 QC， 我点确认还币，我确认还币，然后回到我的钱包，然后点刷新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可用资金啊，可用资金的话，现在我不欠他们了啊，现在这个一借已经成了0了，对吧？然后现在我的这个资金呢是 11.037211， 但是我刚才转进来的时候是11整，现在是 11.0372， 对吧？其实它的波动率并没有那么大，我放大了5倍，然后赚了3分钱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这是看多的一个交易，对吧？这是一个看多的一个交易。然后我需要再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看空，应该怎么去看空。我点右侧这个交易按钮，下面呢我需要看空了，因为我本来这个11呢也就最多就买1个，对吧？就买1个，买不了2个，也就买1个，对吧？我们全仓啊，我们全仓的话可以看到也只能买1个，对吧？然后这次我要做空，所以我要卖出，对吧？卖出，这个卖出的是卖出的 ADA 这个币种，而实际上呢，我只有 QC 没有持仓，对吧？没有这个 ADA 的一个持仓，所以我卖的话是卖不了的，我可卖是0，对吧？
但是我是可以借币的，因为我有本金嘛，我把我的这个11这个作为一个本金来借币，对吧？我的这个本金购买一个，我还可以借到四个币，对吧？是这样的，5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我可以点一下借币，借 ADA 做空，最多可以借到 4.3 个。为什么可以借到 4.3 不是4啊？因为我这个余额呢是11点多，它价格10点多，对吧？我可以借到更多。这样呢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，5倍杠杆的话是刨去自己本金还剩4，对吧？还能借4倍的一个意思，我可以借4倍。那我现在开始介入4个，然后点确认借币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借了4个币了，是吧？必定咱们做空呢是先卖掉，然后在低位再买回，这叫做空嘛，是吧？原来我只有 QC 却没有持仓，没有 ADA 的持仓，按道理是没有办法去做空的。但是有一个借币功能，我们可以借到4 ADA， 对吧？我们先把它卖掉，卖掉的话，我按照这个价格去成交，我把它全卖掉，对吧？我把它全卖掉，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成交记录啊，然后卖出，对吧？卖出4个，那下边呢是我刚才做多的时候一买一卖，对吧？这个呢是我做空的时候的一个交易，我卖出了4个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卖了以后，我们就有51 QC， 对吧？我们有51 QC， 这个 QC 呢，是我们卖掉这个价格以后，因为我们总共4个嘛，对吧？总共4个，然后卖出去大概就是40 QC 的一个样子，再加上我们刚才那个本金有11，总共有55，对吧？我们本金有55，也就是4个卖掉了以后，就会放到我们可用 QC 里边。到时候等它价格下来了以后，我们再用更少的 QC 把4个再买回来，然后再平仓，再还掉它这个币种。就是这次还的话，我们还的是 ADA 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当时借的就是 ADA 嘛，对吧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杠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杠杆详情，点开，我们风险率呢现在是 127.36， 对吧？这个计算公式我之前给大家说了，所以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。然后总资产呢是 51.31， 对吧？净资产呢是 11.02， 这个净资产呢其实就是在说明我真正现在有多少钱的意思，因为我之前转了现在有 11.02， 对吧？是这样的一个资金。然后一借呢是借了4个 ADA， 那这样的话就不是 QC 了，对吧？不是 QC 了。然后我做多的时候借的是 QC， 后边这儿显示了44个 QC， 对吧？这次借的是B， 4个 B。然后利息呢就是上来就先把这个利息就给我记上了，对吧？你借什么币，你借的是什么，那么它就是给这个利息给你算的是什么。这样的话，平台的话也会规避这个汇率的一个风险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你借什么，到时候还什么，就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我关掉。如果价格继续下跌呢，我们可以用更少的钱去买回来这4个 ADA， 然后还掉它，就平仓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。然后我们再打开我们的这个账户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 QC 有 51.31009152， 对吧？其中呢50呢是我们40呢是我们借来的，还有11呢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本金，对吧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现在这个可用的是0 ADA。然后我们本金呢加上这个借来呢，总共是51个 QC， 对吧？我们可用的是这样的。然后在这儿呢是冻结的，如果我们有挂单的话，这个肯定会出现冻结。这个是已借，对吧？借了4个 ADA， 如果没有再借或者没有还的话，这个4就不会变。这个是我们的净值啊，这就是我们净值。如果现在平仓的话，大概会有这么多的一个价值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么我现在要操作平仓了，下一步我就操作平
平仓了，这个很好啊。刚才在这个大概就在这个上涨阶段呢，我做多了，然后并且是在下跌的时候我做空了，很好，这个行情很配合。然后我们先来要买入，因为我们刚才是卖出嘛，买入才能平仓，对吧？我们总共借了4个，所以说我们要还4个，哇，这个东西我先选一个价格吧，我要买，对吧？买的话这个 0.8 和1不够我4个，我要以这个价格成交，然后选择4个啊，选择4个，然后点买入做多，那这样的话就成交了，对吧？当然你这个成交可以不像我啊，我这儿都是以市值成交的，我为了让它快速成交，你也可以挂单啊，到时候你可以挂单。我已经买进来4个了，对吧？买进来4个了以后，然后我的这个净值已经剩下了 11.0812 个 QC 了，对吧？然后此时我就可以还币了，我可以还币啊，然后我点还币。我还是在这个钱包里边还嘛，这个界面稍微清晰一点，我点还币，因为我当时借的是 ADA 嘛，这次还的还是 ADA， 对吧？我借了4个，然后还有一点点利息，对吧？然后我点全部，然后我点确认还币。当时我还了4个嘛，还有一点利息没有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买的时候只买了4个整，对吧？我没有把这个利息也买到，所以说我买的时候应该多买一点，把这个利息给它还掉。所以说在这儿我还要买一点点，我还需要买一点点，我看大概是多少啊？ 0.001 吧， 0.001， 它这个最小交易单位是小数点后4位，对吧？小数点后4位，那所以说我买到这个就是0.3个零一个1就够了，对吧？然后我在这儿买入啊，3个零一个1，不对，这个是价格，对吧？价格的话我要买入0.123。为什么呢？它不让买太少，啊，因为这个0.001的话，这个买入量太小了，可能就花几分钱，或者是甚至连1分钱都不够，所以它不让交易。我再试一下啊，0.01，0000，它不让买，所以说我在这最低的话只能买1个，或者是 0.5， 看可不可以啊？ 0.5 也是可以的， 0.4 呢0.1也可以啊， 0.00 最小呢只能成交 0.1 了，最小只能成交 0.1 就 0.1 吧，我点买入，看价格啊363，然后买363，可能不会成交了，我要重新再选一下价格，0.1，点买入。最低不能小于5 QC， 因为咱做试验的话都是金额比较小，所以说呢，我在这儿必须得买 0.6 个以上了，这个值啊必须大于5才行，我可以输入 5.1， 他不是说刚才说嘛，最小5嘛，对吧？我输入 5.1 吧，5.1，价格是 10.44， 就这个都可以成交。然后我已经成交了，买入 0.5 个，对吧？买入 0.5 个，然后我进行还币。我还币啊，我把这个利息给它还掉，然后确认还币。那这样的话我就不欠他们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钱包啊，ADA 的话呢，我们已借就成了0了，对吧？没有借 ADA 也没有借 QC， 而我们的市值呢，我们的净值呢有 11.08 这样的一个价值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持仓的是6 QC 和 0.4999 个 ADA， 那我现在呢需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卖掉，我要再转回去，因为我不想持这个仓，我需要把它卖掉啊。我这一次卖的话就全仓给它干完，这个呢一定不要点自动借币啊，点自动借币的话可能到时候会影响。
我把这个全卖掉，然后点卖出做空，还是不行啊，可能就卡到这儿了，因为我现在这个仓位有点尴尬，除非我现在多买一点，然后一下全给它平仓。但是呢，今天的这个课程这个目的都已经达到了，不行，我操作一下吧，啊，我现在全部买进，来入做多，委托成功，对吧？然后现在有 0.049 个，然后我再全仓给它卖出去，我全仓卖出去，点卖出，然后我们再看钱包，然后点刷新，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的这个 QC 的话就剩下 10.06569152 这个一个 QC， 然后还剩一点点 ADA， 我们的价值呢还是 11.0677， 反正总体来说是不亏钱的，但是有一点点小的持仓就是平不了，因为我这个的话有点尴尬，总是有一点小的一个资金没法给它平掉，今天呢关于这个杠杆交易呢，今天呢我们先就讲到这儿吧，基本上这个思想大家明白了，所以说我们玩这个东西呢一定要注意风险，流程呢大概就是先入金，然后把这个现货账户的这个钱转到杠杆账户，呢，然后再进行交易，进行借币，可以借币啊。这个借币的话，刚才忘了给大家说了，借币的时候其实可以在这儿自动点自动借币是可以的，点了自动借币可以买到 4.5 个 ADA， 对吧？如果我把它勾掉的话就没法卖了，对吧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的流程其实要先借然后再卖的，如果你不点这个自动借币的话，那你必须得手动借了。如果点了自动借币的话，它就自动，你打算成交多少个，它就给你帮你借多少个，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所以在这儿呢，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仓位，然后不要被爆掉。最后需要给大家说的是，比如我们盈利了，对吧？我们要出金，最终要出到我们现货账户，最后再变成法币，对吧？这个的话还是逆向操作啊，点划转，这次呢就是从逐仓杠杆账户转到现货账户，我们点一下这个交换按钮，然后把这个金额呢点全部，对吧？点全部，点确认划转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QC 就已经成0了，对吧？这个是1，这是0，这个1呢其实就是它这个持仓的一个价格，这我们先不管，这样的话就回去了。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先到这儿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订阅，谢谢大家。